希望你看完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嗨，我是羽翼之兔，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今天要来做什么呢？哈哈，没有开箱的影片，所以我今天想要来拍一个我最近在追的日剧。之前比较偏美剧一点点，然后因为美剧它都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就会有剧荒，所以我就会去看日剧。所以就来讲讲几部我最近在追的日剧，有的是很长很长的番，有的是新出来的还在连载中的，所以就来看看我最近都在追怎样的日剧咯。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了给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不要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按全部通知，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也可以爱搜羽翼之兔，看我更多不一样的平台哦。播客也可以订阅哦。那就来看看我都追了怎样的日剧咯。第一部是《移动的急救室》，这部我觉得题材非常的新颖。一般想说急救室一定就是在医院里面然后有很专业的人员专业的器具来去做急救这件事情，开刀这件事情，但它是跑在路上的急救室，车子里面就搭配了急救，就是一个手术房的一个功能，我觉得非常的特别。严重人数比较多的，然后就是他们出去这样，这个也是凸显了官与官之间然后的彼此的斗争，以及想要救人的那个心情，然后是彼此的反差是蛮大的。然后男主角非常凸显他作为男主角的技能点，明明那个人都已经快挂了 ，CPR 也是可以把他救回来的，然后肾上素那个针这样打，就是硬要把他救回来那种感觉，然后好像后续也没有说那个人会怎样，反正就是死伤人数是0的这件事情。男主角因为以前小时候发生过一些事情，所以导致他对救人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执着。他要去的是主动的去救别人，而不是等别人然后来喊他去救他那样子。所以他会一次一次的跑到那种危险的地方，然后去诊断，然后去看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主动出击的那样子，所以更凸显了他的魅力。然后另外一个男主角就会觉得他的想法实在太天真，至少我也觉得这个想法是很天真的。死亡数0，我觉得这种事情在重大灾难里面，我觉得不太可能，至少在现实上面是不太可能。毕竟戏剧可以美化它嘛。总之，光环是开得蛮大的。那他也有跟他前妻之间的戏剧，目前感情戏跟复合戏目前是没有看到了。至少现在目前连载到现在都是中规中矩的医疗剧，还没有开始谁跟谁谁跟谁有感情戏，目前还没有。希望他能保持中规中矩的急救的医疗戏。这一部我蛮推荐的，毕竟题材是蛮新颖的，然后看男主角的魅力。第二部是《夜班医生》。这一部我觉得蛮特别的，是跟前面第一部不一样的，一样都是医疗剧但是第一部是属于彰显那个主角的光环是多么的强大啦，就是硬要就是把人给救出起来的那样子。但这一部夜间医生他的主角是属于那种废柴系的，然后就是要努力成长系的那一种，一开始不是那种很强的医生，是几乎可以用废柴然后来形容的一个医生。他考上了医生执照，但是他是某一科系的，然后但是他觉得他没有想要救一个人的那个心，他是觉得说他就是混个工资那样子的男主角。但他的开始的内心戏有转变，就是怎样他想要去救活一个人的一个内心戏。这部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像是从低阶开始，然后慢慢的成长，然后有那种心情的转换那样子的戏。我觉得跟第一部的光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比较有那种励志的感觉，他是怎样从低然后到高那样的感觉。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他高端目前还在中，有那个心情转换的那一点。那这个夜间医生它是属于新番，也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集数的。那目前也是在连载中的第3部 IP 网络搜查班。这一部我觉得比较会是看人，因为我觉得它一开始我的设想它是会像是 CSI 那个衍生剧网络犯罪
的那一部。那一个感觉就是说，网络犯罪的部分啊，怎么去跟骇客啦，然后怎样去对战啊，然后什么病毒之类这样子的一个戏剧，我觉得会是网络犯罪的部分。但我觉得目前这几集看下来啊，我觉得它比较属于的是那一种情报单位怎么透过电脑0跟1的部分，然后怎样去推理出。到底犯人是怎样，或者是个剧情的转折是怎样，然后对方是在哪里，这个人是怎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在工具的应用上面是不是有点奇怪？我有看了一集，他是假冒别人的身份，那个人因为车祸了，然后变成植物人，然后那个人啊因为被家暴了，所以他就是选择啊，然后就是用他的那个人的身份，然后他找到了真爱那样子。可是我觉得说，一开始他们居然跟我说，他们做网络 IP 搜查班的人，居然说不知道对方是谁。Hello， 我那时候一个超大的问号，你是网络搜查班的，难道你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人脸辨识吗 ？AI 辨识吗？为什么你一开始是从网络0跟1的那个脸书的那一些界面去找？你为什么不试一下那个人脸辨识？搞不好就能辨出他是谁啊！我就想说，你是不是为了凸显你要去打那个0跟1的那一种网络数据库那种感觉，然后忘了最先进的人脸辨识吗？然后就透过了那个0跟1，然后找到他的脸书，然后知道这个人跟前面那个人是不同的，然后找到了等的，我是觉得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推理剧。我觉得在网络犯罪的这部分，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大的要素在。都是从0的1里面，然后就是找到了线索，然后推理起来，然后就交给就是抓犯人这样子。让我觉得更奇怪的、更想要吐槽的点就是，你是网络 IP 搜查班那个病毒，然后就在那边要勒索你们警察的人你没有想办法的想要去破解那些就是返回就是破解那一些病毒你反而是去抓犯人去推理。你是搜查班难道你不是做一个网络犯罪，你不应该要先去解除那个病毒吗？让我觉得吐槽点是蛮多的。但这部也不是我首选会去推荐的，是觉得说你今天有剧荒没有剧看的话是可以看的，但不会是一个首选推荐，因为我觉得吐槽点目前我看到的吐槽点实在太多了。你是 IP 搜查班，你为什么不去先去消灭病毒，而是透过0跟1的部分，然后先去找到犯人推理病毒嘞虽然一开始就推理说那个病毒只是假的，但假的你好歹也想个办法去01先去解决那个病毒的部分吧。跟我的预想其实真的有一点落差。我觉得在网络犯罪讲犯罪的部分都不是很多，我觉得他就披着 IP 网络搜查的这部分，然后其实是做一个比较王道一点的刑侦，透过0跟1的部分，然后来去推理，然后做一个王道的刑侦片，然后一定都会有那种很天真的女主角啦，然后会说你不应该就是沉迷在0跟1的世界里你要多走出这个世界来看看人性犯罪的动机都是来自于人性Hello， 那你就干脆去一刻去搜查班好啦。那个女主角来这个搜查班是有不一样的目的我看了有点到底是在矫情什么那样子。我非常有吐槽这一部，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戏剧的张力上面还是蛮有的，男主角的魅力还是有的。
会想说男主角到底今天要透过怎样的连接的方式，然后找到犯人？我觉得变成一个很王道的刑侦片那样子，明明是网络的部分啊，为什么没有所谓骇客啦、解决病毒的部分啊？都是在找犯人啊！我觉得专业的那个程度没有我想象那样子。如果你是想要看那种网络犯罪啦，像我想的那种骇客啦，然后怎么样去破解那一些的话，我觉得那个 CSI 的衍生剧的那一部。关于网络犯罪的那个比较适合，因为我忘记名字了，所以我这样讲。然后这部的话就是纯粹你把它当成王道的刑侦片来去看的话，会比较容易看下去。好，这就是这一部 IP 网络搜查班。哦，对，这一部啊，它也是新番，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的季，所以可以慢慢的看。说的都是比较新的剧，那我也追过之前比较旧的剧。那我就没有讲出来，主要是因为我最近剧荒了，美剧剧荒了，所以去看一下日剧，所以就是日剧都看比较新的，然后正在追的，然后有几部其实我就是因为剧荒才去看的，然后杀时间的。然后不知道你有什么推荐的剧，不管是旧的新的啊，都可以推荐我的，我就是喜欢看这种刑侦片的。然后你可以推荐我的啊，你有比较想要看哪一部戏吗？然后觉得哪一部戏觉得是你最有兴趣的，或者是觉得说没啥兴趣的，然后不符合你期待的，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欢迎在下方留言，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哦。我是羽翼之兔，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